攻略成功后，系统给我7天和这个世界道别。我终于成为陈怀石心目中大度的妻子，任由他将大半俸禄都给了女主，又为他搭上前程。可他好像不习惯了。我购置东西时，相熟的掌柜问我：“可是给令堂买的？”“是啊，我要回家了。”我随口应了声。陈怀石猛然抬头看向我：“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”“哟，终于待不下去了。好不容易进了京，宅子都买了，怎么又要走了？”陈怀石外放的消息传了出去，幸灾乐祸的和好奇打探的都来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外放是陈怀石自己求的，为了女主沈初雪。沈初雪和男主世子李泽潭分开后，他不想再待在京城。没错，仅仅因为这个，陈怀石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寒窗苦读10载求来的青云路。不愧是深情男二。此刻，陈怀石正坐在屋里看书，看着我应付了邻居回来。他接过我的菜篮，微微一怔：“怎么才这么点？”他的俸禄本就不多，何况他又将每月大半俸禄给了沈初雪。京城的宅子寸土寸金，置办这座小院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存银，那都是我摆摊攒下的。但没想到没住上多久就要卖出去了。没有我的费心打算，陈怀石不识金银，着急转手，亏了4成。这些我一个字都没说，只道京城菜价昂贵。陈怀石煮了青菜面条，俨然一副好男人的样子。在偏远的青州时，街坊邻居就夸赞陈怀石世间难寻。我一个来路不明的孤女撞了大运。他们看不到我起早贪黑摆摊，绞尽脑汁研究个是山东煎饼、手抓饼，直到陈怀石才貌双全，还体恤妻子。刚来的时候，我也庆幸过，任务对象是陈怀石。我要改变他替沈初雪赴死的结局。从大学报到第1天，我穿越绑定系统，到如今，算来我已经来了5年多了。就在昨天，系统告知我任务完成了。男女主分开，男主不会再让女主置身险境，也不会导致陈怀石为救女主而亡。面对桌上的清汤寡水，我心里念了几遍牛肉面，勉强吃了下去。反正还有7天，我就可以回去吃好吃的了。正吃着，陈怀石开口：“安安，初雪那里有急用，我这个月的俸禄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今天是发俸禄的日子。看来这次是1分都没有了。陈怀石怕我像以往那样吵闹，解释了2句：“这几日天冷了，初雪想要添置几件衣服。你知道的，他和我们不一样，穿不惯便宜的。”我打断了他，淡淡道：“好。”陈怀石错愕地看向我。陈怀石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，他抿了抿唇道：“你能明事理就好。”明事理？我心里冷笑了一声。这是我第1个任务，做得磕磕绊绊。我不懂什么攻略技巧，只会用真心换真心。5年的掏心掏肺，换来一句明事理。我曾经害怕陈怀石为了沈初雪赴死，拼了命阻止他去见沈初雪，可除了带来争吵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晚饭过后，陈怀石照常要出去，他去确认沈初雪一个人在家是否安全。但今日他破天荒多说了一句：“初雪失去了家人，我对她难免多照顾一些。”沈初雪的父亲贪污赈灾银两，沈家被满门抄斩。忠心的婆子用自己女儿替换了沈初雪，所以她逃过一劫，逃至老家青州。幼时，沈初雪就与陈怀石认识，粉雕玉琢的小姐和清贫的寒门少年。沈初雪与陈怀石是不敢触碰的白月光。说这话时，陈怀石眼里又不由得闪过疼惜，可能他自己的都不知道，每当他提起沈初雪的时候，眼里有多少怜惜。幸好我已经看开了，谁年轻时没谈过一段失败的恋爱？我承认我眼瞎。陈怀石道：“我去就回，你不要拦我，拦我也没用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贴心地给他递上了灯笼。路上当心，若是实在晚了，就在他那里住下吧。这回陈怀石是彻底愣住了。我这么大度，陈怀石反而停住了脚步。他皱着眉问我：“你是在生气吗？”生气？不，我早就不气了。
我已经忘了我是从何时开始不生气的。是上次沈初雪伤寒，她着急过去，把来了月经疼得走不动路的我扔在半路上的时候，还是就因为沈初雪多看了2眼，她把答应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一根她亲手雕刻的木簪给了她的那次。太多事了，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现在一点都不生气了。可陈怀石不信，他淡淡道：“你不要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上次拦着我不让我去，他家里差点遭贼。”他面露谴责地看着我，好像沈初雪家里遭贼是我害的一样。我虽然不生气，但也不想被扣这么大一顶帽子。他租住的武陵巷租金昂贵，周围都是有钱人家，别人都有护院看家，他请不起，还怪起我来了。说起来，他的租金也是陈怀石出的。我和陈怀石的院子偏得很，邻居也都是不好相与的。当初为了省钱，我咬咬牙挑了这里，没想到省下的钱都被他花在了沈初雪身上。陈怀石看着我，满脸失望。初雪孤苦伶仃，向往热闹，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他的心偏得没边了。多说无益，我笑着道：“那你快去陪陪他吧。”陈怀石一噎，转身就走。我也转身回屋。片刻后，窗边突然传来陈怀石的声音：“我去就回，你早点休息吧。”去就回这4个字，我听过无数遍。最开始时，我还傻傻的等他回来，一等就等到天明。陈怀石说，初雪做了噩梦，他放心不下，守在他屋外。现在脚步声渐远，我睡得香甜。梦里没有陈怀石，只有我熟悉的家，还有红烧肉的香味。太好了，我就要回家了。陈怀石，滚吧！昨夜陈怀石果然没回来。第二天清晨，陈怀石一身露水地走进来时，我正在吃煎饼。昨夜初雪家附近有流民出没，人刚才被抓到了，我就马上回来了。陈怀石坐下，正要伸手，却见桌上除了我碗里的，空空如也。他动作一顿，看向我。我埋头吃饭，并不理会他。以往我每天早起去摆摊前，都会给陈怀石留一份亲手做的早饭，爱心煎饼、中式汉堡，各种对他来说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我是在用心照顾他。最开始陈怀石收留我，我靠做家务抵房租，但做得不太好，陈怀石会和我一起做。到后来我手上长了茧子，手皮粗糙了起来，越发熟练，家务也都变成我一个人的了。吃完饭，我换了身衣服，带上钱袋子出门采购。系统说任务成功，可以将爱人一起带回去。我和系统商量，把爱人换成了特产。系统同意了。我在心里列了长长的一份清单，连远房三舅妈的礼物都在里面。反正这钱不花，我也带不走。与其便宜沈初雪，不如便宜了我三舅妈。走了不远，我瞧见巷子里站着的地痞流氓，我熟练地喊了声张哥，然后交了保护费。陈怀石忙于公务，其余时间都给了沈初雪，自然看不到我在努力生活。他去彻夜陪着沈初雪的时候，我将菜刀放在枕头底下，不敢熟睡。沈初雪住的地方都不太平，这里又怎么会安生？安安，身后突然响起陈怀石的声音。陈怀石不知何时跟在了我身后，他显然看到了刚刚那一幕，他嘴巴张了张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我脚步下意识一顿，陈怀石快步走了上来。我今日告了假，可以陪你。我心里有点好笑。出来京城时，我想让陈怀石陪我逛逛。宅子买在哪儿？买了以后，家里还有许多东西要重新置办，这些都需要他搭把手。但他说他刚入职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转头，他告了假陪沈初雪去给沈父沈母上坟。现在他想跟着就跟着吧。我们很久没有就这样一起逛街了。陈怀石露出怀念的神情，轻轻牵住我的手，眉眼温柔，好像又回到了还在青州的时候。那时他会来接我收摊，收摊早了，他就会带我去逛街。我对这里的很多都很新奇，他不厌其烦地陪着我这个摊位看看，那个摊位摸摸。记忆有些恍惚，好在马上就清醒了过来。有人说武陵巷那边起了火，陈怀石瞬间松开了我的手，
一把抓住那人，询问具体发生了什么。那人回他，有2个孩子玩闹，点燃了柴房。陈怀石神情顿时紧张起来，他看向我，安安，去吧，我自己一个人逛就可以。我道，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他陪着的人了。陈怀石走时，回头看了我好几眼，我改天再陪你，就剩5天了，我可不想浪费在他身上。这回午时刚过，陈怀石就回来了，但桌上还是没有留给他的饭。我以为他会留你吃饭呢。我随口找了个理由。安安，陈怀石不知为何生气了，他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而我只是懒洋洋地看着他，不懂他在说什么。走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开始尽量避开和陈怀石的接触。我习惯了早起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早上陈怀石还在睡觉，我就出门了。晚上等他睡了，我才回来。保护费不全是白交的，这里的地痞流氓没有为难我，甚至张哥在听说我要和离后，还说了句早该离了。他啐了一口，贱东西一个，你说你这么能干的小娘子，怎么就嫁给了这种人？我笑着应声，是啊，我可后悔了。一连3天，我和陈怀石一句话都没说上。他每天忙什么我不关心，去见沈初雪我也毫不在意。有几次我回来后，陈怀石想和我说什么，但我实在不想听，就假装已经睡着了。我闭了眼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久久停留在我身上。日子就这般过着，很快就到了最后2天。我去铺子里取我定下的镯子，带给我妈的礼物，我要给她最好的。我和掌柜约定好了时间，但我到时，他恰好不在。他已经提前将我订的蓝玉镯子拿了出来。这只蓝玉镯子是我精挑细选定的。我正要细看，就见一只纤纤玉手拿了过去。石哥哥，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？沈初雪的声音娇俏又绵软，和她本人一样。那只手上一点茧子也没有，蓝玉将之衬得更加白嫩。你戴什么都好看。陈怀石的声音淡淡的，他的喉结动了动，不难看出他眼神中的宠溺。好看是好看，但这不便宜吧？沈初雪道。你喜欢就买，不用在意价钱。伙计听得喜笑颜开，也不再招呼我，对陈怀石和沈初雪连连恭维。这位老爷，您对夫人也太好了。沈初雪羞红了脸。陈怀石没有反驳，耳根微微泛红。也就在这时，他与我对上了眼。刹那间，万籁俱寂。沈初雪和陈怀石站在一起，女子一袭素雅白衣，面容姣好，男子俊美斯文，身量颀长。2人挨得极近，怪不得伙计将他们看作一对。谁见了都要夸上一句般配。安安。陈怀石眼神慌乱，下意识和沈初雪拉开距离，张嘴就要解释。我今日正好是休沐，所以呢，我回去再和你解释。我没有回他的话，转而朝沈初雪伸出手，抱歉，这是我订的，你看看别的吧。伙计一拍脑袋想起来，对，掌柜和我说过，这镯子确实是被客人订了的。沈初雪满脸不舍道，我娘以前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。她垂下了眉眼，苦笑了一声，这既然是姐姐的，我也不好夺人所爱。说着，她就要把镯子从手上退下来。正在这时，陈怀石阻止了他的动作。他看向我，欲言又止。安安，5年相伴，我一下就懂了他的意思。果然，他说，你让初雪，我再给你买别的好不好？沈初雪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暗藏的得意和挑衅。可他又犹犹豫豫道，还是算了吧，我怕姐姐不高兴。陈怀石这下心疼坏了，他说，不用，就这只，我出双倍的价钱。伙计一脸为难地看向我，我面无表情道，不行。陈怀石皱眉，用眼神警告我道，别闹，你可以再看看别的。我还是摇头。见我丝毫不让，他眼中闪过不耐，脱口而出，你何必非要和初雪抢呢？左右你戴着也不好看。那一瞬间，店里面安静的针落可闻。我瞧了眼我的手，又黑又糙。5年时间，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家务全包。沈初雪家破人亡，还有侍女随身伺候。
反观我，是个被系统拐卖来的冤大头劳工。我忍着想哭的冲动，不是被陈怀石伤了心，而是觉得这5年虚度，无可奈何。本来我应该在大学课堂上，在社团里，去旅游，去探店。陈怀石自知失言，安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想朝我伸手，但走了2步就被沈初雪拉住了袖子。是哥哥，初雪不要了。我已经平复好了情绪，打断他道，我卖给你5倍的价格，5倍的价格，我可以给我妈买个更好的。这只有点晦气了。不知为何，陈怀石掏钱时动作很慢。我嗤笑道，你该不会买不起吧？陈怀石看了我一眼，沉默着把银子放到了我手里。我收好陈怀石的银子后，掌柜回来了。他听了伙计说的前因后果，连忙给我赔罪，又为我介绍起更好的镯子。沈初雪得了镯子，想要带着陈怀石离开，陈怀石却看着面容平静的我，身形顿在那里。沈初雪喊了他一声，他这才回神，可他还是没走，目光直直地盯着我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和陈怀石中间足足隔了2个人的位置，他几次想靠近我，我都不动声色地拉开了距离。刚才他居然让沈初雪一个人回去了，自个儿在店门口等我，真是稀奇。他叹了口气道，今天是初雪父母的忌日，所以我才去陪他扫墓。扫墓回来的路上，正好路过了那家首饰店。你别闹。我点点头回了声好。陈怀石剩下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，我没太仔细听他说了什么，只觉得像苍蝇一样吵闹。我心里盘算着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。掌柜说明天会到一只品相很好的玉镯，我明天得再去一趟，但愿能挑中只最好的。但我知道，无论我带回去什么样的，我妈都会很喜欢。她会一边怪我乱花钱，一边带上到处炫耀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陈怀石看着我，愣了愣，他还想说什么，已经被我撇在了身后。太累了，过2天再说吧。我说。入夜，我和陈怀石躺在一张床上，中间也隔了一段距离。黑暗中，陈怀石的手越过了那段距离，轻轻搂上我。我假装不经意地翻身，离他远了些。他那只手就这么僵在半空。安安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宁愿你像以前一样和我大吵大闹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最后一天，大清早，我刚醒，系统出现了。它是一个浮在空中的光球，只有我能看到。他再次确认了一下我的任务完成情况，确认陈怀石不会因沈初雪而死。然后他告知我倒计时5小时开始，请宿主尽快处理好在这个世界的事宜。我翻身起床，没有看到陈怀石，不知何时睁开了眼。他呆滞的目光看向半空。5年前，我初来乍到，我直接找上了门，告诉陈怀石我是来救他的仙女。他当然不信，觉得我是疯子。我准确地说出了他的生平经历，他又觉得我是骗子。可后来我流落街头，差点被欺负，他又把我捡了回去。系统说陈怀石最是心软，我很高兴，但那时的我还不明白他的心软不只对我一个人，而且心软和喜欢是不一样的。我错把心软当成了喜欢，开始对他掏心掏肺。系统提醒过我，我们这行最忌讳爱上客人。我不是傻子，有些害怕。可不久以后，系统又来说，勉为其难允许我爱上任务对象。因为不知道哪个世界的攻略者大佬，爱上任务对象后，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规则。系统妥协了，在任务奖励里加上了携带爱人一起穿越这一项。我喜滋滋地想，真是造福了我这个小菜鸡。后来，我和陈怀石拜堂成亲。他是孤儿，天为母，地为父，没有任何人的见证和祝福，我们走到了一起。没有我想象中的婚纱礼服，没有盛大的婚礼，但我还是很高兴。那时，陈怀石问我，我家在哪儿？我不知该如何解释，于是说我家在很远的地方。他以为我不想告诉他，眼神暗了暗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失落地嗯了一声。等到时间了，本仙女可以带你一起回家。我笑着说。他眼睛一亮，将我紧紧抱进怀里。
好，我想见安安的家人。他说，安安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。这句话可能永远都没办法实现了。程怀石去上朝了。他走后，我把我的煎饼小推车送给了照顾过我好几次的婶子，又把我自己研究的菜谱一并送给了他。我把我的旧衣捐给了善堂。我环顾家里，把我留下的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次到首饰铺子的时候，掌柜已经在那里恭候我了。他见我挑的花样不像是给年轻姑娘的，问了句：“可是给令堂买的？”“是啊，我要回家了。”我笑着应了声。背后一阵声响，我转头看到程怀石面色惨白地看着我。程怀石沉默着看着我挑选镯子，他的仪表不像往常那么一丝不苟，头发都有些乱了，似乎是一下朝就跑来了。他站在我身边，脸色依旧难看，收拢在袖子里的手一直在颤抖。我并不在意，专心对比几个镯子的品相。伙计瞧见程怀石，还殷勤地打声招呼：“老爷又来光顾啊，昨儿个那镯子您夫人可还喜欢？”程怀石厉声道：“那不是我夫人。”伙计一脸尴尬，他一边离开一边嘀嘀咕咕地说：“昨天不还是吗？今天怎么就不是了？”最后我花光了身上剩下的所有银子，挑了最贵最好看的。程怀石看到我付钱时，瞳孔一缩，他的声音里带着颤：“安安想买什么都行，钱以后我会努力赚的。”他是嫌我花的多。等回到青州，我们再一起去逛街，好不好？朝廷已经定下，程怀石下个月外放去青州。青州偏远，并不富庶，但程怀石还是求了去青州。不是因为我们来自青州，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在青州，而是因为沈初雪的老家在青州，他要陪沈初雪回老家生活。外放以后的俸禄连在京城任职的1/3都不到。不知道他说的努力赚钱是指什么。我随口应了声：“好啊。”承诺这种东西，我在程怀石这里收到过不少，他食言的次数也不少。我不想在离开前再和他起什么冲突，我也是为大家考虑，体面收场。想来他会理解的，毕竟他那么明事理。听到我的话，程怀石肉眼可见高兴了起来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又来拉我的手：“安安。”系统适时提醒，倒计时2小时。程怀石的动作顿了顿，但他还是牵上我的手。他问我们中午吃什么？安安中午想吃什么？午饭前我就走了。5年前，我是早上11点刚踏进大学校门那一刻穿越的，所以我离开的时间也是早上11点。我认真想了想说，我想吃黄焖鸡米饭。报道结束，正好和我妈一起去吃。听群里的学姐说，校门口那家黄焖鸡米饭可好吃了。程怀石一愣，那是什么？我懒得回答他，反正也不是和他一起吃。程怀石见我不答，又自顾自地说，是用鸡做的吗？安安想吃的话，我可以去学。我们等下就去菜市场买鸡。我微微一愣，瞟了他一眼。程怀石一僵，也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。家里就有养鸡，不用去买。他显然是回去过了，知道家里的鸡都已经被我卖了。那些鸡都是我养的，我要是走了，很难说程怀石会不会好好养，还不如卖了。程怀石像个假装喝醉的人，不愿醒来。他继续说，等下我再去买盒花生酥。我花生过敏，喜欢吃花生酥的是沈初雪，但我只是挑了挑眉，说好啊。他这样，我倒也省事。系统提醒，倒计时1小时。我看着程怀石在厨房里忙碌。就在几分钟前，程怀石拉着我回家了。他热得脱了外衫，卷起了袖子，热油溅在他的手背上，他被烫得冒泡了。但他紧咬着嘴唇，什么都没说。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下，他还抽空抬头对我笑道：“安安，你先去等着，黄焖鸡很快就好了。”可他连黄焖鸡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一碗奇怪的红烧鸡块被端了上来。程怀石将烫伤的手藏在背后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快尝尝，是不是你想吃的黄焖鸡？”我还没说话，外头突然传来沈初雪的声音：“恶石哥哥，你在家吗？你昨晚怎么没来？”程怀石昨晚居然没有例行去确认沈初雪的安全。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没空。”
陈怀石说道。沈初雪有些惊讶，她没想到陈怀石会对她这么说话。是不是姐姐不让阿石哥哥来？她看了我一眼道，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阿石哥哥……她没说完就被陈怀石打断了。和他无关。陈怀石紧张地看了我一眼。沈初雪的话卡住了，片刻后他又可怜兮兮地道，可我害怕，阿石哥哥，最近武林巷小偷好多，若是有什么贼人对我……陈怀石道，既然那里不安全，就别住了，换个便宜的院子，省下的钱可以请个护院。我哑然失笑。沈初雪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怀石道，阿石哥哥，你不管初雪了吗？陈怀石闭了闭眼，声音里泛着冷意，你非要我直说吗？那日我看到李泽潭进出你的院子，有他罩着你，没人敢动你。原来如此，男女主居然和好了，怪不得陈怀石昨晚能狠下心不去看望沈初雪。但为何我的任务还是完成了？我正在疑惑，又听沈初雪着急忙慌地道，阿石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李泽潭绝不可能在一起，他认了个干妹妹，和他不清不楚，我死都不会原谅他。见陈怀石半点不为所动，沈初雪越发着急。那个贱人挑拨我和李泽潭的关系，李泽潭偏心于他，根本就不爱我。这话说完，他突然止了声，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。他连忙看向陈怀石，笑道，可我和阿石哥哥不一样，我们小时候拉过钩的，你说要娶我，保护我一辈子的。够了。陈怀石扶着门框的手指节泛白，他头一次对沈初雪如此不留情面。你走吧，以后别来了，我陈怀石唯有安安一个妻子。陈怀石当着沈初雪的面关上了房门。陈怀石又重新回到了桌前，他局促地看了我一眼，快吃吧，再不吃就冷了。我没有动筷子，我不想吃，我要留着肚子回去吃。在这里吃了陈怀石做的，我回去就吃不下了。见我不动，陈怀石眼里的光越来越暗淡。是我做的不好吗？那我重新去做。他猛然站起身。我说家里没鸡了。他说那我去买，你等我回来，我再给你做。我等不了了。我直直地看向陈怀石闪躲的双眸。屋内空气突然停滞，陈怀石的动作完全停住了。若不是他还在喘气，我还以为时间暂停了呢。面对眼前这张俊美的面庞，5年的朝夕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。18岁谈恋爱，对我来说还是太早了。没看过世界，没见过优秀的人，容易陷入恋爱脑。当然，或许还有一些雏鸟情节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陈怀石是我在这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如果在原来的世界，说不定他第一次让我难过的时候，我就提了分手，然后和大学认识的新朋友一起找了个清吧，听着情歌，矫揉造作的掉2滴泪，就结束了。所以说，什么攻略，什么穿越，真的很像拐卖，斩断了你18年来和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，把你扔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什么都没给你，还要让你打工。那时我爱上陈怀石，很难不说是一种自我麻痹和欺骗。我爱他，所以我要救他。我是自愿的，我爱他，我依附着他生活，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爱。看出我不爱陈怀石之后，相熟的婶子还劝过我，说哪个男人不这样，陈怀石还是个有出息的，你现在看开了，总比以后他真的3妻4妾了，你再看开来的好，早做准备，稳住大房的位置。他说的不错，这个时代的女人，大多数可能只能这样，没得选。我无比庆幸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是啊，我不属于这里。进入倒计时1分钟，时空通道开启中。恭喜宿主8899号完成任务，即将返程。陈怀石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他的身躯炙热，将我死死锁在怀中。啊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这次一定会做好的。系统最后和我确认，宿主确定不携带爱人返回原世界。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确定。陈怀石看着我，双目赤红。不要走，要走的话，带上我。他死死掐住我的肩膀，不要抛下我。我这才意识到，陈怀石似乎听到了系统的声音。系统排查后道，携带爱人功能刚投入使用，难免有些 bug。
在最后离开时会让宿主的爱人听到系统的声音，还是第一次遇到不是宿主爱人的人听到系统声音。感谢88998号宿主反馈，本系统会尽快上报修复。系统说完就继续走流程道，确定携带本世界特产和田玉镯子1对，珍珠鎏金耳坠1对，红玛瑙玲珑八宝簪1根，极品翡翠步摇1根，高古白玉双龙玉佩1枚。系统像报菜名一样报了2分钟，确认不带爱人以后可以携带的特产有点多。最后倒计时30秒，30、29、28。我最后看向程怀时，他似乎还是不能接受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我的脸颊上。不要走。我像很久以前恩爱时那样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动作无比柔情，仿佛当下还在相爱。我从天而降，出现在程怀时面前。洞房花烛夜，他亲吻着我的眉眼。我早起贪黑摆摊，他心疼地说以后不会负我。这些场景一一闪过，仿佛还在昨天。程怀时眼里冒出些许希冀，可我接下来的话将他的希冀瞬间粉碎。程怀时，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，后会无期。3、2、1，不要！说完那句话，我瞬间消失在程怀时怀里。时空通道中，我好像听到了哭声。我头也没回，背着一麻袋特产，毫不犹豫地朝着光亮的方向走去。我回家了。正文完。番外，初遇安安是在一个晴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程怀时吗？他问我，你可以叫我安安。彼时，我刚收到初雪的来信，信里面说他认识了一个很讨厌的少年郎，仗着自己家世高贵，喜欢用鼻子看人，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明明是给我的信，他写了满满一页对那个叫李泽谈的人的控诉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靠叔伯接济长大，早就懂事。我知道初雪可能对李泽谈有着懵懂的少女之情，我有些嫉妒和失落，但我很快就压下了这些没用的情绪。安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他说他是来拯救我的。我满脑子都是初雪，没怎么听就把他赶走了。他不死心，又来了，我依旧把他赶走。他看着和初雪差不多年纪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一点也不大家闺秀。再见时，他差点被2个乞丐非礼，我上去救了他。他一把抱住我，哭得地动山摇，真的一点都不端庄。鬼使神差，我把他带回了家。他一边哭一边说着胡话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我会救你。他帮我干活，但笨手笨脚。我猜他可能是哪家走丢的千金小姐，不然怎么会什么都不会呢？但他学得很认真，手指被划破，手上长了老茧，都没有哭过。可在他发现我买不起书，买不起蜡烛后，他拉着我的手哭了许久。他开始研究早点，他的想法总是很多。最开始，他的煎饼卖不出去，他还被同个巷子口摆摊的人排挤。但那时我没有心思安慰他，因为初雪回来了。我从旁人口里得了信，却没见他来找我。我有些焦躁，在安安叽叽喳喳地和我说他的新点子的时候，更觉得烦。我吼了他，他愣了愣，然后嘟着嘴走了。我心里有点愧疚，但我知道他很快就会自己消化好情绪，无需我安抚。他的煎饼摊子依旧不起色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富家少爷路过。那富家少爷觉得新奇，尝了一个后大夸好吃，给了安安不少赏钱。那富家公子一连来了10几天，他不仅拿了许多赏钱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很多人都好奇，连京城来的贵人都赞不绝口的早点有多好吃。反观我，还是没见到初雪。我看准时机，找到了初雪的丫鬟。我还没开口，那丫鬟就摆摆手赶我走，说我家小姐最近忙着呢，没空见什么阿猫阿狗。这肯定不是初雪的意思。我在原地站了好久，宽慰自己，初雪不会这样对我。我一步步走回家，路过了安安摆摊的巷子口。我看到那京城来的富家少爷正在同他讲话。那人说，你这煎饼卖8文一个太便宜了，我觉得应该卖3两一个。安安不带一点犹豫，说好，然后卖他3两，卖别人还是8文。
那富家少爷发现以后，气笑了。我这是在帮你，你卖巴文多吃亏，而且你卖那么便宜，抢了别人生意，你知不知道背地里有多少人骂你？安安翻了个白眼，让他们骂呗。我也骂了他们，而且他们未必比我骂的难听。那富家少爷哑口无言，然后继续天天照顾他的生意，就差在煎饼摊子住下了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还没等我理清心里的感觉，初雪哭着来找我了。原来那个富家少爷就是李泽潭。初雪说，明明李泽潭是跟着他来青州玩的，结果天天不见人影。然后他发现了李泽潭天天去光顾一个卖煎饼的摊位。赶过来的丫鬟安慰他道：“小姐别哭了，那小贱人不过是个卖煎饼的，有什么资格和你比？”初雪摇摇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怕李泽潭被人骗了，他是摄政王的世子，想攀附上他的女人数不胜数。那卖煎饼的女人来路不明，额石哥哥，你知道她是什么来头吗？”说着，初雪看向我，这才是他来找我的目的。我明白他的小伎俩，但我不会拆穿他。女子有些小心思，很正常。我只遗憾，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安安是什么来头。我只知道她叫安安，可能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，真的是仙女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勾了勾唇角。初雪走后，我在院子门口站了很久，我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她的话：“额石哥哥，你都和他住在一起了，你们之间真的清清白白吗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说，你们其实挺般配的，不是吗？”“是啊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孤女，一个家徒四壁的孤儿，是挺般配的。”我苦笑了一声。我知道安安对我有些不一样，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又朝夕相伴，但我比她成熟很多，比她会控制自己的感情。我发现后，尽量避开和她的相处，她还因此失落了很久。落日余晖，安安推着煎饼车出现在那里，她身子那么瘦小，煎饼车那么大，可在夕阳下，她如此耀眼。看到我后，她高兴地挥手。她误会我在门口等她，所以格外开心。我突然想到，若我真的和安安在一起了，初雪会嫉妒吗？就像我嫉妒她喜欢李泽潭一样。我和安安在一起了，最高兴的是安安，第二高兴的不是我，是初雪，因为我让安安和李泽潭保持距离，她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直接放弃了一位大主顾。李泽潭这种天之骄子，只要给他几次冷脸，他就不会再拉得下脸找来了。很快，李泽潭就回京了，初雪也走了，日子又恢复平静。只是有时安安依偎在怀里时，我总是会出神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我真的和他在一起了吗？我看着他抱着我笑得灿烂，又忍不住想，初雪如今怎么样了？日子就这么过去，我们夏天采荷，冬天堆雪人，倒也快乐。有安安的煎饼摊子后，日子好过了许多。初雪已经很久没给我写信了，直到他寄来一封信，说他和李泽潭定亲了。收到信那晚，我喝了很多酒，然后我也和安安提亲了。我只是随意地说了句：“你要嫁给我吗？”月色照在安安红透的脸上，她忘了嚼嘴里的小鱼干，但我很快就听到了她的答案：“好啊。”我笑了。你瞧，沈初雪，你不要我，也有人很喜欢我。安安害羞地拉住我的手，她告诉我，她家乡的习俗，我其实得跪下求婚，还得通过伴娘的考验。所以我在她的央求下，又郑重地问了一遍：“安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她也郑重道：“我愿意。”陈怀石，我的名字是……我没听清，因为我已经醉倒过去。简陋的洞房花烛，我甚至仗着他不知情，没有去衙门办理合籍婚书。他说，本来还想假装不同意的，毕竟我求婚的时候看起来没什么诚意，但他不舍得我难过，不舍得我患得患失，所以就马上答应我了。我又一次怀疑，她是不是天上来的仙女。他说，等到时间了，就带我一起回家。我心里软得不像话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后来那一天再也没来到。我寒窗苦读，我想去京城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也想要见见初雪，让她看看如今的我。可同我高中的消息一起传来的是，
沈家出事了，满门抄斩。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我脑中一片空白。安安好像看出来了，他有些吃味，但笃定地和我说沈初雪没事。我抓着他的肩膀，让他再说一遍。他吃痛地推我，我半点没有松开。我说了，沈初雪不会有事的，你快放开我，好疼。我仔细打量了他很久，确认他没有说谎。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，但只要初雪没事就好。果然，一个夜晚，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。是初雪，他就站在那里，如冬日白雪，纯洁又短暂。太好了，你没事。我不可置信地抚摸上他的脸颊，将他抱进怀里。石哥哥。许久之后，我回头就见安安站在那里，不知看了多久。初雪暂住下来了，安安开始同我争吵。他说什么？按照剧情，不该我收留沈初雪，收留他的应该是李泽潭。这是什么话？那个男人在沈家被下狱前就解除了婚约。初雪遭遇了那些事情，你怎么忍心再赶他走？你不要无理取闹，初雪怎么会故意自己摔倒陷害你？这个花生酥你不吃就给初雪，只购买一匹锦缎，初雪穿不惯粗衣麻布，你忍一忍。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多少伤人的话了。渐渐的，安安也不再同我争吵了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每日去摆摊，然后回来把赚得的银子给我。我心底不由生出些慌乱。我要去京城赴任，等到了京城，我们就自己住自己的，初雪会搬出去的。我说这话时，安安眼睛似乎微微亮了亮，他小心翼翼地问我：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是真的。初雪想住在更繁华的地方。很快，安安就发现我把俸禄一大半都给了初雪，他似乎觉得自己被耍了，同我发了好大一顿火。他气狠了，说他讨厌我，让我和沈初雪在一起，这样他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他就要回家去了。他的脸偏向了一边。我不知我是怎么动手的。当听到他要我和初雪在一起，他要离开时，我的手就不受控制了。我手颤了颤，想要和他道歉，可他突然转身走了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推了煎饼摊子走的时候，我追了2步，喊他的名字，他假装没听见。我的心揪了起来。自从来了京城以后，我和安安越来越生疏，几乎快成了陌生人。我忙得没有时间找他好好聊聊。有次，我陪着初雪上坟，路过安安的煎饼摊子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。李泽潭又在买他的煎饼，他给了3两。安安没有认出他，只把他当成了一个出手大方的客人。我不想让初雪看到这一幕，他还没有放下李泽潭，我怕他受刺激。于是，我连忙带着初雪离开，错过了安安看过来的眼神。那天起，我就迫切地想要离开京城。在这里，我和安安的感情越来越不好。这里还有李泽潭。虽然我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意图不够纯粹，但这么多年的陪伴不是假的。安安是我的妻子。恰好1日，初雪跑来说，她决定放弃李泽潭了。她哭着说要回青州。我对她说，我已经决定自请外放青州，她可以和我们一起上路。回青州，回到我初遇安安的地方。可终究回不去了。我看到了那个奇怪的东西，安安居然和他对话了。我是在做梦吗？5个小时后离开。5个小时是多久？我想自欺欺人，可5个小时再怎么想也不会很久。我下了朝就往家里跑，空空荡荡的。安安的煎饼摊子不在，他可能是去买煎饼了。可为什么他的衣服首饰也都没了？我去翻衣橱，发现连我的衣服都少了好几件，少了安安亲手做的那几件。他给我做的帕子、鞋垫都不在了，连院子里的鸡都没了。我冲了出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不会舍得就这么离开我的。我在铺子里看到了他的背影，果然他没有离开，那个发光的奇怪东西还跟着他。我假装看不见他，看着安安花了一大笔银子买了个镯子。夫子说我聪明，我确实聪明，不然也不会种探花。但这一刻，我无比讨厌自己的聪明。安安几乎花了所有钱买这个镯子，他却是不准备留下来。
我好像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夫妻一场，好聚好散，后会无期。他说出这话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坠到了谷底，然后4分5裂，3、2、1，安安消失在了我的怀里。我还维持着抱着他的姿势，扑了个空跪倒下来，然后嚎啕大哭，就像安安被我带回去那天一样。许多年后，我已辞官，成了孩童口里的风秀才。我想了各种办法，终于联系上了那个奇怪的光球。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，问我想要什么，又用什么和他交易。我说，我所有的都可以给你，我只要重来一次。这次我会抓住安安。他说，你不值这个价，时空回溯，你买不起。我说，那我想去安安身边，和他在一起。他说，也不值这个价。我说，那我想看他一眼。他说，好的，你可以看5分钟，请把想要观看对象的名字和编号给我。我吐出那串记了很多年的数字，88998号，名字是安安。我充满希冀地等着他回复，等着再次见到安安。可他说 BB 查询错误，匹配失败。什么？我愣在原地。已收取代价不退还哦。他提醒道，他的名字不是安安哦，安安只是他的小名。他许是看我可怜，又说系统提供亲友快捷渠道，如果你能证明你和他的关系，可以跳过核对名字这一步。亲友关系，所在世界承认的婚书、户籍等均可。婚书？我没有婚书。我跪倒在地，很快就失去了生命。安安，我的安安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